陈孝宗，算上韩庆与刘询，这是今臣第3份了吧？陛下为何叹气？这些奏书，朕批得憋闷，无论大小政事，群臣的意见几乎都是一面倒。说起来是文武百官，可是声音却只有一个。朕这朝堂，多半都是贞观年的旧臣。父皇在的时候，他们的进言可不是这样。陛下的难处，老奴都看在眼里。不过陛下亲政未久，凡事都再忍忍吧。等忍过这些年，陛下的天地必会越来越广。那个时候，你的意思是，等他们都老死了吗？哎呦，陛下又头疼了。哎呀，老奴就说，不如宣太医来看看吧。啊，没事。启禀陛下，长孙大人求见。那，宣。是。宣。这立正殿花园，想必是花了姐姐不少心思吧？可真是姹紫嫣红啊！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啊？淑妃妹妹竟然有空来本宫这立正殿拜访，想必除了夸赞花卉之外，还有别的话要说吧？妹妹前来叨扰姐姐，主要是为了一个人。谁呀？武媚娘。不知舅舅有何事要奏？陛下，老臣今日来此，是想与陛下商议一下武太妃的去留。先帝龙嗣流产，的确是件憾事。可依照朝廷的规制，武太妃既然流产，便再无任何理由久居宫中。不知陛下准备何时将武太妃送回感业寺呢？自朕登基以来，舅舅便一直事必躬亲，尽心扶持，未免太辛苦了。其实这等小事，自然会有宫中的礼官好好安排，真的无需舅舅如此操心。陛下，礼教和伦常乃是一个朝代立足之根本，凡是与之相关的事情，绝无小事。老臣之所以如此担心，也是为了不辜负先帝的嘱托，不负陛下的信任。相信陛下也不愿意因为老臣的一丝疏忽而辜负了先帝吧？当然，只是武太妃的身体尚未痊愈，理应在宫里调养一段时间，再回感业寺。就依陛下圣意。既然武太妃是小产，想来休养1个月足矣。那陛下，不如1月之后恭送武太妃回感业寺。朕倒是觉得1个月未免短了一些。陛下，以武太妃现在的身份，她就是皇宫的一个过客，早一天和晚一天没多大的区别。老臣说一句不该说的话，陛下想要留武太妃在宫中，所念及的无非是儿时的故交之谊。可是陛下，武太妃已然流产，这个皇宫可是她的伤心之地，难道她
真的就那么愿意留在这儿吗？好，1个月后，送武媚娘回感业寺。媚娘，高阳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你是想离开皇宫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会为你打点好一切，帮你永远脱离这个是非漩涡。至于九哥那边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他一定会同意你离开的。媚娘，你终于开始考虑自己的将来，肯让人帮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知道这个孩子对你有多重要，失去他的痛苦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根本无法想象那天看你刚醒来的样子，我真的怕你会想不开。我不会寻死，也不会离开，我要留下来。什么？这个孩子，他是我的一切。杀死他的人不是律父，凶手另有其人。不管是谁，他毁掉了我最真实的一切。我武媚娘必将千倍百倍的让他偿还回来。高阳，在这个宫里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。你愿意帮我吗？媚娘，难道你连九哥也不愿意信任了吗？我信的，只是杀死孩子的人，若非辅佐他的大臣，便是他后宫的女子。我不想让陛下为难，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束缚，所以报仇之事要绕开陛下进行，不能让他知晓。好，我一定帮你留下来。